那現在來接着說哈，那當時就是我先生就給這個第3天這個工人來的時候，就跟他提出，那這2個問題怎麼解決？一個是你挖了這個大坑，你後面那個材料都沒辦法開進來了，你把這個路等於給斷掉了。然後就是你这个我没有雇你來挖這個地基，我是讓你來修這個化糞池系統的。然後他當時。就是我先生其實也沒有說什麼，就說那你能不能去拿個計劃給我先，就是而且寫到書面上，這樣我們就有個依據。這樣他就回到他的那個車裡待了一會兒，我們以為他回他的車裡去寫計劃了，結果他待了一會兒呢，他就開車走掉了。然後到下午的時候，他就打電話過來說，他這一生好像過得很艱難 ，stressful life， 就是。他也沒有說清楚，給我的感覺就是說，他覺得他做的不對，但是呢，他也不知道怎麼解釋。但是他說了一通呢，然後最後就說，那你們另請高明吧，這個工程我做不了了。然後他還說我先生說你是不是哪個計劃？這種話呢，好像對他是一個挺大的冒犯，以前沒有人這麼跟他講過。他就說你們另請高明吧，這個活我幹不了了。但是呢，錢呢，我退給你們。那第2天一大早呢，他真的就拿着那個支票，就是我們付給他的多少錢，他就把那個錢全款退給我們了。那這個時候呢，他就是承認，他說，他當時挖的那個地基呢，他是考慮到他因為修。他的那個系統，他也需要材料，他就想他挖一點土出來呢，他就可以做他的這個工程的材料用。他沒有再說其他的，他是說我很遺憾，然後呢，我挺喜歡你的，我也喜歡你太太，我也喜歡你們家狗，但是呢，這個事兒呢，我可能幹不了了，你們可能找錯人了。然後就把這個支票推給我們了，然後他就很快呢，自己就把這個。因為他的那個挖掘機底下有履帶嘛，像個坦克似的，硬壓着這個坑呢，就給爬出去了，就開出去了。然後呢，到下午他雇了一個很大的那個很長的那個卡車，就把他的車拉走了。那他和我們之間的這個合作就算結束了。那這個現在我們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呢？確實就是一個難題。現在呢，也正在考慮有什麼補救的方法。他這1萬塊錢肯定是要多花了，然後這個路給堵死的問題怎麼解決？現在還沒有完全定方案。但是通過整個這個過程吧，我也有點蠻感慨的。我覺得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，那就是說我們和這個工人之間還不曉得怎麼一個結束方法。但是呢，我覺得這個西方文化這一點我倒是蠻欣賞的，就叫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言，真的是，就是說他最後他承認他做錯了，我覺得他可能是當時他就是說欠考慮吧，他只想到他需要材料，他就拼命的挖，可能他也考慮到反正你們都是要挖地基的，我先幫你們挖好，不是還給你們省事兒了嗎？然後他就沒有很考慮到把那個路給挖沒了，然後呢，他的這個挖得太深，符合這個要求，或我們會不會多花錢，這些他是沒有考慮到的。但是他就是說很君子風範的承認了是他做錯了，而且他等於就2天白幹了。他那個機器如果是租的呢，他也就白租了。然後但是呢，就是大家都沒有說一句很難聽的話，然後他就二話不說，他主動提出把錢全額的返還給我們。那我們還好怎麼說呢，也真的也不好意思說找他，你得把這1萬塊錢給我們補上吧。我講我們也做不出來，大家就和和氣氣的就分手了吧。他後來還說，他也許我哪天還會過來看一看你們的這個修房子的進展。然後他就跟我先生說，他說我第一個修房子我就超出了我的預算10萬，修第2個房子超出我的預算7萬。那看來呢，也許他就是一個不是很就是願意去規劃好好規劃的一個人。他連一個施工圖都沒有，他就開始做了，這一點我們也蠻沒有想到的。那他呢是幫我們畫這個 septic system 這個工程師推薦的。剛開始跟他談了呢，以為是不錯，結果沒想到是這麼個結果。希望大家以後別踩這個坑哈。